好的，各位同学、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参与到本次创赛场电竞人生大学生聚会的活动中。本次活动的举办地点是在宝山区英高西路542号创赛场内。那么也是感谢今天上海各大高校的同学来到本次活动当中。首先，我们有请到本次活动的主角 DK 战队登场。好的，今天也是非常荣幸啊，请到 DK 战队来参加我们本次的电竞人生大学生聚会当中。那么首先请各个队员和所有的上海高校的代表们来打个招呼吧。先从队长开始。大家好，我是 DK 战队的 Burning。感谢大家就是这次过来参与这次活动。大家好，我是牧师。大家好，你们知道我是谁了？大家好，我是郭寿创。大家好，我是毛毛呀。好的，也是各个队员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第一，我们也是问一下每个队员，也是大家所有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当初你们是怎么走上职业选手这条道路的？从毕生开始介绍一下吧。我是08年参加，就是开始打 DOTA， 就是参加一些线上的比赛，然后有一次是上海举办一个 CIG 和 WCG， 然后我就过来参加了。最后就是 WCG 当时有一个职业队伍，就是他们有一个人不能上场，所以我就被他们选中当替补了。之后他们觉得我还可以吧，就邀请我来上海他们的职业战队。非常的巧合，所以才走上了职业这条路。那问一下牧师，当年怎么走上打职业的这条路的？在马来西亚，我不知道什么程度才叫职业。就是你是平常就是特别热爱这个游戏？对，我是以前小时候就是坏学生嘛，逃学，然后去玩 DOTA， 然后就朋友带我去玩 DOTA， 然后我玩了就爱上了这个游戏，然后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就比较自然的就成了一个职业选手。好，那三斌，大家是特别关心你的经历啊。我是从小到大就喜欢玩游戏了吧，然后觉得有学业对不对？不代表有未来，所以我就选择做了我自己喜欢的事，然后抛弃了学业。真的是为了自己热爱的事，所以才会选择走上职业这条路。那郭世无双呢？我也是，就是选择自己比较喜欢做的事儿吧。然后我也和他们俩一样，坏学生，所以就我不信你不是坏学生。好，最后戴来给我们说一下。我是09年从真三转 DOTA 的，然后朋友介绍，然后就去了一honn视讯，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好，那我们也从戴开始吧，问一下，从当初进入职业这条路走到现在吧，也是有了几个年头了。那这段路走下来，你觉得对你的成长或者人生经历上的帮助有哪些呢？没有。好的，非常干净利落的回答。那郭世无双，就是这几年走职业，然后让你觉得人生的成长有哪些，或者说是你有没有后悔去打职业？肯定没有啊！我以前刚打职业的时候很狂的，现在渐渐的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就是把心静下来了，然后也有很多成长吧。那三平也是打了很多年的 DOTA 了，这么多年，你觉得这些年值不值来打职业？我觉得我可以做更多的吧，所以我觉得有点后悔，就是不是因为我打上了 DOTA， 我是喜欢玩游戏啊，就是我觉得自己就是可以边读书边打游戏，然后能做更多的。虽然我说刚才我抛弃了学业，可是我就是后来有点后悔啊。
然后没赢了 TI1 TI2也是很后悔。好的，来牧师来说一下。我之前开始打职业的时候，我打了好几年，我都没赢过一个冠军。然后我还是继续这样打下去。其实有很多次我都想放弃，但是到后来，直到现在，慢慢的有很多的成绩。然后在职业生涯里面，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比如说如何跟人家相处啊，就是学习了很多东西。然后我最开心的就是我家人都一直关注我的比赛，支持我，然后这个就不会让我觉得是个后悔的事情。好，那最后也是让 B 神来给我们说一下自己在这么多年的职业道路当中啊，成长了什么，然后有没有后悔过当初走上这条路？我觉得我打职业到现在还是有很多成长的吧，不管是性格还是阅历方面，就是感觉自己改变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好的，那我们也是首先聊了聊大家的如何成为职业选手，到这么多年的职业路下来，对自己人生的成长有什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高校收集问题的一个提问环节。首先啊，我们这边是收到了华东理工大学问 B 神，也是大家所有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 TI3 之后，你决定继续职业，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让你最终做下了这个决定？然后现在还拼搏在这个 WPC 这个赛场上吧？很多方面吧，很多朋友就是在 TI 之前就给我很多建议和，然后 TI 输的也是很不甘心吧，所以我觉得一半是别人对我的就是建议和期望，一半是我自己还想拿冠军。非常执着的一个回答吧。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上海商学院的一个提问，是问牧师和三兵，在你们来到中国之后，在这段时间内对中国的生活或者说训练方式上有没有什么不适应，或者说遇到过什么样一个小麻烦或者趣事，给大家分享一下。我除了食物以外，我其他我都可以接受。你是中国的食物，你有些不太能接受？不太习惯吧，不是不能接受。好，那三兵，你觉得这段时间给你最不适应的，或者说遇到了生活上什么小麻烦？过马路吧。我觉得马路很危险，然后那个厕所的马桶，对不对？你丢纸进去，它有很大的机会被卡着，就这样而已吧。没了。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在东华大学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MLG 的比赛将在11月底就会举行。那到届时的话，Alliance 包括 Navi 都会参加这个比赛，也是你们可以说在 Dota 2期间第一次吧，代表中国去参加这样一个除了 TI 之外的一个国外的线下赛。那当时从你们接到邀请到最后参加，包括你们在这段时间肯定也会为这个比赛准备一些。你们觉得包括 Alliance拿到 TI 的冠军，这么多强力的对手，你们有没有信心在国外再次击败他们？好，那先国术上来说一下吧。有没有信心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练兵的机会，然后让我们也有机会在除了 TI 这个比赛上面去接触别的就是外国的队，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就不仅仅是在看录像呀或者看他们的比赛上面，更多的就他做鬼脸。也就是说，这次比赛，无论成绩如何，你们还是很希望去国外，像国外的战队取取经，然后有更多的线下大赛的经验。对。
好的，那我们也是看一下，山大学院也是有个问题向毛毛鸭来提问，就说第一就是为什么你会把大家最熟知的呆，也就是你在比赛中是用 X 加3个感叹号的这个 ID 改成毛毛鸭，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为什么会决定从2号位转型成一个4、5号位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巧合之下打了辅助，然后就，我觉得呆也是非常不太适合这个问题吧。那我们也是不多过问呆着关于这个问题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再来问一些稍微偏向比赛化或者说 DOTA 2技术化的一些问题吧。第一个就是牧师在来到 DK 之后打中单，那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是非常想问一下你在面对中国的选手的中单时候，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或者说你在对线上有哪些小技巧能在对线上压制一下？我觉得中单这个东西就首先是看英雄，然后我不会看对手是谁，然后去压制他们什么，就打好自己吧，用自己所学所有的东西去打好自己的中单。牧师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正规的答案，就是说他是不看人，而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节奏来打整个的比赛。那我们也是来问一下三兵嘛，来到 DK 战队也是从原本的1号位变成了一个3号位的一个位置吧。可以说从你的性格来说，我觉得你的性格更偏向于比较有侵略性的一个打法，或者说比较爱秀的一个打法。你觉得在3号位一个劣势路，有可能在前期会混得比较惨的情况下，你是怎么样通过自己的一些改变，然后让你的这个3号位打得更有灵性一些？靠队友，对，有了好队友没问题。就是你在整场比赛都非常相信其他4位队友的一个发挥。通常对有。9场吧。如果打10场9场，相信他们。好的，也是三位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在劣势路要更加的相信其他几路的队友能帮你创造出一个不错的环境。那么接下来我要问一下，这5个人一个就是各位同学就是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如果现在有比较不错的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在上学，你觉得他们要怎么样才能走上职业这条路，或者说是他们非常热爱，但是你们觉得他们暂时还是不要往职业这条路上走，还是你们鼓励他们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真的有实力就可以考虑去拼一下，去走上职业这条路？三兵先回答吧。必胜你先吧。我觉得最好的情况应该是处理好学业和家庭之间的事情，然后再考虑打职业。如果打职业的话，我觉得首先要让别人发掘，要参加很多的线上比赛，让大家知道你，然后才有机会被职业战队选上。那牧师来说一下，你觉得对这些学生来说，他们的未来的路，你会给一些怎么样的建议，包括职业或者是学业上面的建议？我不懂怎么给意见，但是我先说我自己吧。我打职业以外，就是踏上这个职业路后，我也是挺后悔小时候没怎么学习到学校教我的东西。然后还有自从我打了职业以后，我也少了很多陪家人的时间，然后就是。如果你们考虑到要打职业，你们要必须做好牺牲很多东西的准备吧。好的，三 B。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打职业，就打职业吧，就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因为家人或者男朋友这些而不去做，因为不值得的。最后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因为。有学业，大家都有学啊，就是谁都能拿到的，只要浪费一点钱跟时间就能拿到的，所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奔放的建议。那国树双来说一下自己的感觉。因为爱是新加坡人嘛，
他们那儿和我们这儿国情不太一样。但是从我要是推荐的话，我还是推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他回答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还要考虑一下。但是我如果这样回答的话，我是真正推荐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太过拘束于某些东西。因为他是新加坡人，他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懂的。好，最后带。这个打职业很排斥新人的。如果想打职业，你就寻找机会展露自己，然后让别人发掘你才有机会，很难的。所以我觉得没必要的话，还是学业吧。好，我们也看到 DK 战队5个人也是给出了一些不同的建议。不过，我觉得从他们包括国士无双和三兵的建议上来说，就是做自己喜欢的，那是肯定是没有错的。无论是你在学业上，还是在打职业的这条路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现在现场的同学们对于自己学业和打游戏，包括有没有在未来走上职业这条路的一些看法吧。我们看一下哪位同学来说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好，这位同学，我们站起来一下吧。是这样子的，我觉得那个大学呢，它是一个培养专业性和个性的一个地方。文化知识可能是一个方面，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有的人可能热爱打篮球，有的人热爱街舞，有的人热爱电竞。那我觉得这都是无可厚非的，都是一个人在怎么讲呢？就是说生活的是学习是一方面，然后玩娱乐是另一个方面。我觉得生活的丰富多彩才是生活之所以精彩的地方。谢谢。先稍等一下。所以你觉得你也是比较赞同三兵和国士无双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你觉得生活中职业是你不可或缺的话，你就应该去拼一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要是分个人的，就是说，我觉得能站在职业这条路上的人，可能。天赋一方面，努力是一方面，都是非常的需要一个顶尖的人才，所以我觉得一般的人我是不建议走这条路。但是如果你确实有卓越的水平，就是你接受所有的游戏都比别人快，你确实发现你自己有这个天赋，我觉得你是可以去打这条路的。那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三兵是不是一个很有天赋的选手？我可以说不吗？这个问题。好的，我们也是开个玩笑。好，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看最后一排，这边先是第3排的吧。我不是天才。就我个人来说吧，我是不打算打职业的，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 DOTA 这个游戏吧。我个人觉得呢，在这个学习这个阶段呢，学习还是我们的一个主要任务。但是我是把 DOTA 作为我自己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消遣吧，或者是一个缓解压力的方式。然后去年我是准备了一个考试，然后压力特别大，然后我感觉自己这个压力有点让我承受不住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同学，然后几个人去玩一下午 DOTA， 然后晚上回来洗个澡，然后第二天接着就学习了。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 DOTA 是我自己的一个缓解压力的方式吧。好的，这位同学是把 DOTA 作为在学习生活中一个很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同学的想法。其实我感觉吧 ，DOTA 就像足球啊、篮球一样，是一个丰富我们大学生业余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但是如果你真的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娱乐项目的话，那还是不要加入职业圈这个圈子里面，因为我也感觉新人在这个圈子里面确实特别难发挥出来。所以就像刚才呆神说的那样，我比较支持呆神说的，还是以学业为主吧。DOTA 只是一个娱乐项目什么的。好的，我们看到学生也是非常的理性啊。DK 战队的队员们，你们好，我是 DK 脑残粉。我觉得 DOTA 这个体育项目吧，跟学业的关系没有那么尖锐。
就是，但是对我来说的话，我学习也没学好，可能 DOTA 打的也不是太好。这个问题的，如果大酒神在的话，他今天不知道可能在没在。这个他比较有权威性。还有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的看法是，这个就是还是要靠天赋比较重要吧。就像这个体育运动真的是靠天赋，训练也的努力，就是相对来说还是在这个占的比重比较小一点。好的，我可以感觉到你非常的紧张，面对到你5位的偶像，而且我觉得你除了是 DK 脑残粉之外，你还是三兵的脑残粉，因为你不断的强调天赋是很重要的这件事。哦，是的。好的，谢谢这位同学。我能不能问三兵一个问题？可以，三兵，他要单独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吧。你是不是牧师的经纪人？为什么会问到这个问题？三兵他之前自己说过这句话。有吗 ？Hello， 我记错了。牧师不知道吗？之前有人找牧师签名的时候，忘记了。好，那也许只是三兵的一句玩笑话，请这位同学不要当真。我知道你真的是三兵的脑残粉，所以先坐一下吧。我们来听听，我们再挑一位学生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想法。其实那个我也是那个 DK 脑残粉，然后我玩 DOTA 那个也大概有5、6年时间了。就像我觉得 DOTA 给我带来挺多东西的，比如说像昨天我玩了一把小当家，对面有个猴子，然后那猴子14分钟的时候就拿出了遗物，当时就脸一黑啊。真的感觉就是玩不过，然后那个，但是我就是队友，其实像我那个单排的队友都还是挺厉害的嘛，然后就是我们大家一点点玩，然后最后还是拿下来了。其实就是 DOTA 让我就是在碰到逆境的情况下就会比较冷静的、沉着的去积累一点点优势，然后去把那个游戏给打赢，就是那个 DOTA 给我这个业余玩家带来的一些那个优势嘛。其实我觉得要是不玩职业的话，你要是能从这个游戏当中学到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你要是能那个得到一些乐趣，我觉得这个游戏就已经很值得那个给你带来很多好处了。所以我还会这个游戏还会一直玩下去。虽然身边那个玩那个什么英雄什么的那个比较多，但是我还是非常支持这个游戏。好的，这位也是说出了广大业余玩家的一个心声吧，就是在业余生活中把这个当做一个很好的消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处理方式，也是非常感谢以上几位的高校代表吧，对我们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接下来也是我们回到 DK 战队5个人吧，接下来会有一个现场互动的环节，这样的环节的话，我们会在大屏幕上会有一个 PPT 的播放，然后现场的观众你们根据 PPT 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你们进行手机的扫描，然后回答问题。我们将会有精美的 Aerox 的礼品以及创赛场的一个 T 恤衫送出。首先，我们先进行一个二维码扫描过程。好，这边 DK 战队的话，我们会有一些问题的话，如果他们没有回答出来，你们可以稍稍的给一些提示，好不好？也是都关于你们每个人或者你们队伍的一些问题。好，我们进入到第一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三兵的。三兵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好，大家通过二维码进行一个回答。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边工作人员收到的答案。三兵同学，你要不要给大家一个提示？比如说你姓什么，在你的中文名字，你的姓氏是什么？哦，好，我们让国术上来提示一下大家吧。三兵的中文的姓什么？他说他姓一木。我觉得这应该是不可信的，大家不要被他的所影响。是有同学答对了吗？这边第一个已经出来了，看。然后他的微信是 PT。恭喜您中奖了。
好，这位同学也是恭喜你中奖，到我们的舞台前，我们也是有请后台工作人员送上3等奖，一个换餐用 IROX 的换餐用鼠标以及 T 恤衫。请这位同学上台，也是我们有请三斌来把这个礼品送给我们这位同学。先稍等吧，你先，我们继续先进行后面的环节。好，这位粉丝也是非常的热情啊。那我们也是马上进入到第2个问题，也是希望大家手速再快一点啊，看一下第2个问题会被谁给答对。来，我们请导播切到 PPT 的第2个问题。DK 俱乐部在2011年总共获得过多少个冠军？我们也是知道，这边也是还有2位是2011年是在 DK 的一个老人了。那我们就请，对，就只剩B生一个。那我们看一下其他4个人有知道的吗？好，这边已经有答案了。然后这位同学的 ID 是笨蛋喜欢坏蛋。有没有笨蛋喜欢坏蛋？来，这位同学，恭喜你获得了。也是同样是3等奖送出的 IROX 换菜用鼠标以及创赛场的 T 恤。我们也是有请在2011年作为队长拿到9冠王的 DK 战队的队长 Bernie 为这位同学颁奖。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 Bernie 出道是哪一年？这边我记得好像 Bernie 刚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啊，也是提到了你的出道年份，不知道同学们的记忆力怎么样？哦，不过毕生可以透露一下，出道的时候你几岁？我想一下，应该是21岁吧，20岁左右。哦，毕生出道也是非常的早，21岁。这样的话，如果你猜出了毕生的出道年份，你就可以知道毕生现在几岁。这边已经得到答案，是我在梦见你。好，这位现在是位女同学，我们看到，恭喜你答对，毕生出道年份是08年的10月份，那也是恭喜你获得我们的2等奖，我们将送出 IROX 赞助的耳机以及创赛场的 T 恤。来，我们有请毕生为这位美女观众颁奖。好的，送出了这么多的奖品，我们再问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在本届 WPC 的揭幕战，也就是第1场比赛当中 ，DK 战队与 V 级战队的较量中，毛毛鸭呆使用的英雄是什么？回答出这个问题的同学一定是非常关注我们 WPC 这个比赛的。我们看一下是哪位同学手速比较快？这边已经出现第1位答案是Lee L-E-E。好，这位同学，我们也是公布一下答案。在第1场揭幕战中，呆使用的英雄是小精灵和国书双的沙王搭配进行一个辅助。好，这位同学也是有请上台，我们恭喜你获得了2等奖，也是同样送出 IROX 的耳机以及 T 恤。来，我们有请毛毛鸭亲自为这位同学颁奖。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将送出我们今天最后的大奖了。这个问题是 B 神从08年出道以来，一共加盟过几个俱乐部？包括这俱乐部的名字，你们也都要写出来。B 神还记得吗？不知道几个队友对 B 神的过去有没有了解啊？他到底？三兵其实猜了差不多，但是还差了一个。这边不知道现场有没有 B 神的真正的粉丝啊？从他一路出道到现在，都关注着 B 神的成长。对，他网上查的。这边有一位同学非常聪明啊，他已经全部。哇，非常的了不起啊！这位同学，对，来，我们公布一下那位同学的微信号。给我。叫去散应有我，去散应有我同学，恭喜你！我们也是来公布一下答案。B 神从2008年10月份出道，首先加盟的是 CNT 战队，然后在2009年1月加盟了7L 战队，09年的5月加入了 KSCN，
09年的9月加盟了 CH 战队，2010年1月加盟了eHome战队，然后从2011年开始至今都是在 DK 战队中效力。我们也是恭喜这位同学获得了我们的最终大奖 iRox 的 IK10键盘以及幻彩说鼠标以及创赛场的 T 恤衫。我们有请毕神也是为这位获得1等奖的同学颁奖。好的，也是经过了我们整个的抢答环节，我们也是测试出了大家到底对整个 DK 和 Burning 包括各位选手的一个了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请5位选手吧来总结一下从 DK 你们5个人组建以来的一个历程吧。其实也不长，也就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你觉得你们一个新的队伍的成长有哪些？来一个和我们说一下，分享一下吧。就是很刻苦吧，每天的对线，然后训练完了讨论，基本上2天一次、3天一次，就很多讨论，就一直很努力。好的，来郭叔说。我觉得我们5个都是非常渴望冠军的那种的，所以走到一起的话。首先目标大家都不需要明确了，然后紧接着就是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然后就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阻碍，然后大家共同克服，然后我相信3个月后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强。好的，来三斌，你也是重新加盟，就是作为一位非中国籍的一个选手加盟 DK 之后，你觉得这段时间的一个成长和一个经历吧？我觉得中国的就是他们的怎么讲？对，训练模式很好，就是大家每天一直训练。然后因为我之前的队嘛，从我刚打到现在都不算是职业吧，就是没有拿过薪水过，对不对？就很好吧。就是没有一个长期的线下集训，你们以前的队伍，而现在加盟 DK 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比较规律的训练的话，对你自身你觉得是非常有提高的。对，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打来不是拿薪水，大家打来都是想赢。就是有些队，可能别的中国队，他们加入那个队就是为了薪水和旅游，就像 MSC 嘛，旅游队。要不？好的，来牧师来说一下。好像都被他们说完了。那或者说，你觉得当你决定离开 Orange 加盟 DK 是怎么样促使你完成了这样一个其实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吗？我可以觉得是。因为这里每个选手都想拿到一个冠军，然后如果我们目标是一样的话，我觉得一切都不是问题。好的，也是非常好的回答。我们最后给到队长 B 神来说一下。真的是重新组队之后啊，这段时间来的一个变化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最在乎的应该是我们的磨合问题吧。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不顺利，就是之前刚集合1天打 VG， 然后1比2输掉，当时我们就是沟通什么都比较困难。后面我们还就是跟 IS 看那个装备列表，就是说这个装备用中文怎么说，那个装备用中文怎么说。最后就是我们比较努力吧，努力克服这些外界的因素，而且我们5个人的信念是一样的吧，大家都很想赢，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今后的表现。好的，也是非常感谢DK 5个人给我们说的自己的一个这段时间的一个变化吧。我们也是听得出来 ，DK 5人组也是只有同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冠军，所以才走到了一起。我们也相信他们在今后的比赛中也会为了这个目标去不断的努力。那么今天也是感谢非常多的高校的代表来到创赛场来参加这个创赛场的大学生聚会。那么也是感谢 DK 战队来参加本次活动。最后的话，我们也是让大家有个福利环节。对 DK 战队进行一个签名和合影，也是大家希望有序的来进行这一个环节。谢谢大家。那么今天的一个创赛场电竞人生大学生聚会暂时就为大家带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